在中国的电影历史当中啊，有这样一部非常神奇的影片，它云集了美国导演、欧洲演员、中国外景、好莱坞特效，风格集《阿凡达》《星球大战》《加勒比海盗》《西游记》为一体。不仅有神秘的东方特色，融合了希腊神话，还带着些沙翁悲剧情节，极力在大荧幕上打造史诗感。在拍摄上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不仅有战争大场面，还有大量3D 水下拍摄，比《阿凡达：水之道》整整早了10余年。这部电影啊，从立项到正式开拍就花了2年时间。用制片方的话来说，这片子就是冲着奥斯卡去的。可是呢，这部耗资1.3亿美元、立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电影，我们却看不到，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公开发行过，甚至真正看过成片的人都寥寥无几。这到底是为啥呢？咱们来看看那背后的一地鸡毛就知道了。投资电影的土豪金主为了捧红女朋友强行加戏，导演和演员都是连蒙带骗进组的，以至于片中的好莱坞女星连夜跳窗逃走，活脱脱的把拍电影给搞成了缅北诈骗的节奏。然而啊，多年后，那些被坑得死去活来的外国电影人却不计前嫌，各处奔走呼吁要放出这部旷世奇片来。您说说，土豪拍摄这么一部电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有个电影梦，还是钱多烧的？还是为了博女友红颜一笑，甘心砸1亿美元当舔狗？或者说啊，这就是一场披着电影外衣的大型跨国洗钱犯罪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桩魔幻而又荒诞的中国第一烂尾大片。这期内容的主要来源啊，是 Atavist Magazine 的一篇深度专题，作者著名的另一篇报道叫做《最红的红毯》，讲的呢是他2014年在朝鲜参加电影节的故事。当时啊，长达1个多月的断网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现在2025年了，可是出国上网这事儿依然让人头大。国际漫游费贵得吓人，网速经常不给力，免费 WiFi 呢又不安全，地图打不开，邮件收不了，想买张当地的 SIM 卡吧，机场的柜台是大排长龙，刚出海关就有黑卡党等你上钩。好在有 Sally eSIM， 这些麻烦事终于可以迎刃而解了，只要3步走：1. 下载 Sally APP， 2. 挑选你要去的国家的流量包， 3. 跟着提示安装 eSIM 就搞定了。下飞机的那一刻，网络会自动连接，连插卡换卡的步骤都省了，不用排队，不用拆机，更不用追着 WiFi 到处跑。更方便的是，只要安装过一次 Sally， 以后再去其他国家打开 APP 就能无缝切换目的地，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你挑，连接稳定，速度靠谱，自动提醒你流量用了多少，快用完还能一键续费，就算设备不兼容也承诺全额退款，全天候客服在线，不管你人在巴黎还是在东京，随时有人给你撑腰。Sally 啊，我们之前就推荐过，有些朋友当时觉得不需要，结果在出行前又私信来找我们要折扣链接，所以啊，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先下载备用，出国旅游总有用得到的时候。使用视频下方的折扣链接或者扫描2维码下载 Sally APP， 在结账时输入我们的折扣码，就能立享15%的优惠。好了，话归正篇，这个故事啊，要从一个名叫江宏宇的地产商人说起。比起同行王健林、许家印，江宏宇呢显得非常低调，网络上较少他早期的介绍，我们不知道他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反正在2001年左右，他已经有足够的资金，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开发楼盘了。彼时的北京即将迎来房地产行业的大爆发，江宏宇开发的早期楼盘叫做枫丹丽舍，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低密度法式洋房组成的高端社区，24小时保安巡逻，环境优雅安全，小区绿化率达40%，整体园林景观面积约2.5万平米，配有4家底层庭院和顶层阳光房。枫丹丽舍给江总成功打开了知名度，并为其资本扩张提供了坚实基础。不过这名字吧，听起来多少有点缝合怪，也许是把枫丹白露和香榭丽舍给捏到了一起，有点不伦不类的舶来感。对应到江总本人的风格啊，也是洋气里面透着丝丝的土。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说江总穿着一身很潮的运动服，脖子上系着一根爱马仕丝巾，手腕上戴着劳力士，喝着酒单上最贵的酒，但是言谈举止却极度傲慢。一顿饭下来，除了跟身边的秘书兼翻译偶尔说几句外啊，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人。不过啊，江总除了名车、名表、美女这些富豪常见的爱好外呢，内心还住着一个文艺青年。他热爱电影，自称看过4000多部。算了一下，如果每天一部的话，要连续不断11年才能看完。但这不重要，江总立志要拍出好莱坞级别的科幻大片，
当中国第一的剧作家、制片人以及导演。据江总自己说，他是在小时候看过斯皮尔伯格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后惊为天人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攒下来的零钱都买了电影票，或者贡献给了路边的这个录像厅。有钱之后呢，更是在自家别墅搞了一个专业级别的电影放映厅，算得上是顶级发烧友了。他看的那4000多部电影啊，大多是好莱坞的大制作商业片，尤其偏爱魔幻题材，比如《指环王》《加勒比海盗》，那都是百看不厌。而科幻类的像《星球大战》《变形金刚》，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儿。阅片无数的他呀，觉得只看还是不过瘾。西方的奇幻故事总有那么点隔靴搔痒，而中国那些个神话大片制作上又总是差点意思。于是啊，江总就琢磨着，既然说西服、皮鞋、珠宝首饰这些都可以定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拍一部完全符合我的口味、独此一家的电影呢？其实啊，中国富豪涉足影视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王健林、马云、马化腾都曾经出手，不是投资拍片，就是借着自己的影响力给旗下的影视公司站台，一边赚钱，一边还能顺便给自己立一个文化人的人设，可谓是一举两得。可是啊，江总却不甘心只在幕后当一个钱袋子，他要自编自导，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能自演，要做就做一个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在著名的杂志 Atavist Magazine 发表的一篇名为《Sunk》的报道中，记者写道，江总作为一个亿万富翁，在百忙之中还不忘抽出深夜的时间进行剧本创作。他沉浸在那个恢宏的奇幻故事中，废寝忘食，经常是写到天边泛白，都无法停止自己打字的双手。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持续了近1年的时间，终于他在电脑上完成了一部叫做《人鱼帝国》的大作。江总计划将这个史诗级的作品啊拍成3部曲，配套发行相关的游戏、动漫，再修建一个大型主题公园，构建一个庞大的跨媒体娱乐帝国，全方位对标这个星球大战。听到这儿啊，大家肯定很好奇，江总呕心沥血写出来这个剧本，究竟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整个故事啊以希腊神话为背景，主角是海王波塞冬的儿子阿特拉斯，以下咱们就简称主角为 A 哥啊。作为海洋世界里的皇太子 ，A 哥白天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但是一到晚上就会变身成一个叫做银眼的超级英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啊。有一天，一支螃蟹大军偷袭了海洋王国，带队的将军呢是一个90英尺，也就是10层楼那么高的大龙虾，他武力爆棚，直接把海王神庙一钳子带走了。于是 A 哥和基友便展开了寻找神庙的冒险之旅。期间，他对人鱼公主英雄救美展开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3人一起找到海底深渊，结果发现龙虾将军原来是想要复活大魔王，而海王神庙就是解开封印的钥匙。于是啊，他们和海鲜军团一番恶战，眼看着就要胜利了，结果龙虾将军一不做二不休，冒着成为龙虾包的风险，终于唤醒了魔王。然后啊，整个故事中最大的反转就来了。原来这主角 A 哥啊，就是魔王本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就好比是布鲁斯韦恩，他不仅是蝙蝠侠，他还是小丑。主角 A 哥这波既当英雄又当反派的操作，完全可以将片名改为《人鱼帝国之时间管理大师》，他是如何炼成的？而之后的故事情节呢，如同吃了巴豆一样，那是一泻千里呀。在又经历了一次大战之后 ，A 哥终于被人鱼公主的爱情和好基友的友情所感化，抑制住了体内的黑暗魔王，海底世界重归平静，他自己也抱得美人归 ，peace and love。只能说啊，江土豪的这个剧情设定，没个几十年脑血栓还真想不出来。不仅是情节奇葩又尴尬，剧本的文笔也让人不忍直视。那篇名为《Sunk》的报道中，记者就放出了这么一段分镜头的脚本。说 A 哥一脚踢开了房门，看见他的手下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脖子上的伤口往外流血，而他身边一个美艳的女子正在贪婪地吸食着男人的鲜血。这不可能 ！A 哥大喊着，又踹开了旁边的另一扇门，结果里面又是另一个部下和另一名女子，一样的场景，一样的死亡。就这样 ，A 哥一口气踢开了100扇门，结果发现自己带来的100个手下全部以同样的形式被敌人杀死了。真不知道江总是怎么想出这种复制粘贴的剧情的哈，让100个龙套集体领盒饭，而这种宛如流水线打螺丝一般的杀戮场景，居然让记者看出了一种诡异而又荒诞的邪典片即视感，属于大导演昆汀会感兴趣的那种类型。你有病！
但是啊，昆汀这样的咖位一开始都入不了江总的法眼，他觉得好马配好鞍啊，这么伟大的剧本必须得是好莱坞大导演 No.1 斯皮尔伯格才行。他把翻译好的精装剧本寄给了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结果却石沉大海。之后呢，又寄给了《指环王》的导演 Peter Jackson、变形金刚的导演 Michael Bay 以及星球大战的导演 George Lucas 等一线大导。他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没有联系卡梅隆，主要是他听说卡导太会烧钱，自己就算是有金山银山也经不起他折腾。所有收到剧本的导演最后都客气而冷淡地表示了拒绝，虽然说给出的理由是档期不合、精力有限、已签约别的合作方等等，但潜台词啊，大概率是丢不起这人。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让姜土豪的标准不得不一降再降，从一线大导到二线也成，再到过气儿导演也能凑合，最后是甭管导了啥吧，听过他那名儿就行。这个范围内一网子下去，还真让他捞着了一个 Irving Kershner， 在好莱坞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最知名的作品包括《星球大战》原始三部曲中的《帝国反击战》，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非官方007电影《寻弋飞弹》，以及1990年代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机械战警2》。按理说啊，有着如此辉煌履历的导演是不屑跟姜土豪玩过家家的，但当时已经80多高龄的克老爷子在好莱坞已是日薄西山，多年没有投资方再找他拍片了。姜土豪开出的80万美元的薪酬，外加票房的分红也的确十分诱人，于是克导就动了出山的念头。可是啊，看完那个十分抽象的剧本之后，克老爷子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自己的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烂片上了吗？于是啊，他跟姜土豪提出，这个片啊，我来导呢可以，但是本子得进行大改。我建议啊，搞个穿越题材，男主也别啥波塞冬之子了，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穷屌丝，机缘巧合被拉入了一个架空玄幻的海底世界，在里边打怪升级，迎娶公主，走向人生巅峰，搞成一个养成系的大男主爽片。没想到啊，姜土豪可不乐意了，我要拍的可是史诗级的魔幻大制作，你这么一改，哪儿还有《指环王》那味儿啊？克老爷子一听，差点没把自己的假牙笑掉了。就这《指环王》，最后呢，双方自然是不欢而散。几年后，克导去世，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这部电影的一系列奇葩后续，估计会非常庆幸当年可是保住了自己的晚节呀。姜土豪这边觉得呢，美国导演还是缺点文化底蕴，也太过功利了，看不出这个剧本的精妙，应该把目光打开。这个以希腊神话为背景的故事，还是得欧洲人来导才够味儿。于是啊，他找到了法国导演 Pitof。可能很多影迷都不知道这位导演，但是提到2004年的《猫女》，可能就有点印象了。那部由黑珍珠哈利·贝瑞主演 ，IMDB 评分3.4，勇夺烂片奥斯卡金酸梅奖最差电影、最差女主角、最差导演和最差剧本的大烂片，就是出自这个法国导演之手。可就连这个靠拍烂片烂出一些知名度的屁导，都看不上姜土豪的剧本，只是看在50万美元超能力的份上，才勉强答应一试，而且前提条件还是要对这个剧本进行大改。对此啊，屁导找来了自己的圈中好友 Michael Ryan， 这个人呢，曾经给电视剧版的《忍者神龟》以及动画版的《变形金刚》写过剧本，不算是什么名编剧，但至少也是科班出身的。屁导对剧本的要求就是对标2010年的 Clash of the Titan， 尽管呢那也是个烂番茄27%的烂片啊，但是比起姜土豪的原创剧本，那都算是上乘了。为了能让剧本顺利完成，屁导还专门带着那个编剧好友在北京住了1年，每写完一段就拿去给姜土豪过目，而几乎每次都会被姜土豪打回重写，觉得还不如自己原版写得好嘛。屁导就会据理力争，如此往复，一路折腾到两人在中国的工作签证到期了，这剧本还没有写出雏形呢。And after a while, we get the first draft, and then John start to read the script and say, "I hate it. My script was 10 times better, so fix it." 最后屁导一怒之下撂了挑子，这窝囊废，谁爱挣谁挣去。临走时啊，他还不忘对《人鱼帝国》给出了评价，就是一坨屎。下一个接盘的呢，是一个名叫 Randall Frakes 的 B 级片导演，他在80年代末执导过一部名为《勇闯青蛙城》的冒险动作片，只能说单是这个名字就能让人闻出浓浓的烂片味儿。大概是自知咖位的确太小，面对金主爸爸 Randall 显得诚惶诚恐，想要吐槽剧本的话，在肚子里是憋了又憋，差点没憋出病来。
看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江土豪也没说啥，带着他参观了自己的地下车库里停着的兰博基尼。在娱乐圈混迹多年的 Randall 马上心领神会，哎呦，你这个本太牛了，我可改不了，更导不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介绍人来拍呀。相信我，我在好莱坞那人脉可是海了去了，只要钱给到位，保证不到1个月，我就能给你传出一个顶级的班子来。于是江土豪在撒了一圈币之后，总算给自己找着了一个电影中间商。找导演就已经如此费力了，找演员也好不到哪儿去。按照江土豪最初的预想，男主 A 哥那一定得是阿汤哥、皮特那样的一线顶流来演，再不济也是德普船长那样的色艺兼修者。结果不出所料，他看中的那些个男演员没有一个愿意出来演的。最后在要求的不断降级 ，Randall 的各种游说下，终于找着了一个名叫 Steve Polite 的29岁男演员来演这个男主 A 哥。他刚从表演系毕业没多久，唯一出演的呢是一部名叫《谋杀游戏》的低成本恐怖片，都没捞着上院线，只是发的 DVD。男二号，也就是 A 哥的那个好友，则由一个名叫 Max Mollian 的人出演。这人除了在一些电视剧中跑过几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龙套外，还出演过几部色情片。对这2个选角江土豪其实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俩咖位太低了。可是中间人 Randall 就劝他呀，只要是外形和演技契合就行了。你看人家 HBO 的全游，当年选中24岁的龙妈的时候，那也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他却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选角之一。为了平衡一下金主爸爸的心理落差，他给电影里面的哈里王找来了一个脸熟的 Jonathan Cosred。这个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曾经在北京电视台主持过一档名叫《曹操来了》的节目，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为杨曹操。北京欢迎你吗？北京也欢迎您。哎，谢谢。请他一方面是为了中国票房，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剧组成员之间进行沟通。曹操目前在油管也有一个频道，他还在摩洛哥经营着一家 Airbnb。而女主的选角也一样是高开低走。咱们来先说这个女二号也就是那个美艳性感、带着点丝丝邪魅的人鱼女王。江土豪呢，想从莫妮卡·贝鲁奇和沙朗·斯通里面2选1，前者被影迷们誉为地球球花，而后者江土豪对她在电影《本能》中的精湛表演那是念念不忘。尽管2名女星都从来没说过会出演《人鱼帝国》这个片儿，但是江土豪已经迫不及待地为此买好了热搜。2008年1月，一家名为《信息时报》的媒体宣布，《人鱼帝国》将在春节后开拍，女星莫妮卡·贝鲁奇确定出演，但配图呢，却是一张她近10年前的广告照片。5个月后，另一家名叫《燕赵都市报》的媒体以大标题宣布，因为对汶川大地震发表了不当言论，沙朗·斯通被《人鱼帝国》的剧组给炒鱿鱼了。可能远在美国的沙朗·斯通看到这个新闻会一脸懵逼啥？我被一个没有接过的工作给炒鱿鱼了？前往剧组探班的记者看到墙上呢还挂着一个倒计时的牌子，上面写着距离国际巨星莫妮卡·贝鲁奇女士到来还有多少天。只是直到这个数字归零以后很久都没有看到莫妮卡的影子。这个女二号的角色最终是由乌克兰裔的法国女演员欧加科瑞兰蔻出演。她曾经在007大破量子危机中饰演邦女郎。虽然说那部作品在整个007系列中并不算最突出，但她本人的气质冷艳，表演自然，给观众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她已经是能够请到的欧美演员中最大的腕儿了。据说江土豪豪掷了100万美元的片酬，他才勉强同意出演。而另一个加入剧组的呢，是好莱坞女演员 Irina Violet V 姐。她曾经在爱情喜剧片《女孩梦30》中饰演过一个小配角。之所以相中她吧，主要是因为她金发碧眼红唇，眉眼中有几分妮可基德曼的影子。虽然说她饰演的人鱼达达只是女3号，但是她在戏外的戏份却不少。这个之后咱们会细说。同样被媒体高调宣布会加入拍摄的，还有硬汉男星胡军以及台湾明星苏有朋。不过这俩人也是自始至终没有被拍到在片场出现。唯一有剧照流出的是当时刚刚在电视剧《王昭君》中崭露头角的杨幂，她会在影片中饰演人鱼岛岛主，属于戏份不多的一个配角。记者拍到她穿着羽绒服，戴着塑料感极强的头套，在化妆师完成定妆的同时，手里还不忘滑动着当时最新款的 iPhone 4。这张照片里的每个细节都充满了时代感。看到这儿了，
那个女1号人鱼公主到底是谁？能让这么多大明星来伺候她一个人呢？答案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啊！她是一个名叫施燕飞的名不见经传的演员。据百度百科介绍，施燕飞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自称拥有1/8的乌克兰血统。2004年因为和周杰伦合拍手机广告而出道娱乐圈。她呢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姜土豪的女朋友。这已经不能简单的用带资进组来形容了，简直就是姜土豪为了施燕飞这盘醋包了一顿饺子呀。而在媒体的相关报道里呢，施燕飞就成了在几百个女演员中经过层层筛选，最后被好莱坞大导演一眼相中的天选之女。我是那个科什纳导演一个好莱坞的制作人推荐我去试镜，然后就去美国试镜，然后就拿到这个角色了。另一篇报道则干脆碰瓷儿当时大火的电影《阿凡达》，说这人鱼帝国啊，请来了《阿凡达》的专属技术团队，致力于30分钟的水下大战的3D 拍摄及特效制作，这将是电影史上第一次表现海底生物的魔法战斗。先不说卡梅隆知不知道姜土豪想挖自己团队的墙角啊，关键是这个时候人鱼帝国他不仅一个镜头还没拍呢，就连最重要的导演都没有着落。于是啊，心急火燎的 Randall 又想起了一个名叫 Jonathan Lawrence 的人。他呀，在电影圈里混了20多年，当过摄影、剪辑、特效、演员、编剧、导演，堪称片场万金油啊。不过啊，他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就基本没有。唯一可能让人听过的就是他参与制作过《印第安纳琼斯》，而且还不是正版，是一部粉丝们凑钱拍的山寨版。其实啊，在这之前 ，Lawrence 曾经和姜土豪在加州的餐馆里呢见过一面，只是那个时候姜土豪根本就看不上他，直接就问：“你能给我拍成变形金刚那样的大片吗？” Lawrence 当时就傻眼了，我连粉丝电影都没搞明白呢，你想让我拍变形金刚？那一看他这样子，姜土豪挥挥手就没了下文。然而啊，转了这一大圈之后，好莱坞哪怕是3流导演看见姜土豪的剧本，那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于是啊，他只能再找回了那个他当初根本看不上的 Lawrence。Lawrence 听说姜土豪居然想要吃他这口回头草，而且是投资上亿美元的大制作，觉得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面对姜总拿出的合同，他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倾尽毕生所学，穷尽所有精力，将《人鱼帝国》拍成一部史诗巨作，以报答伯乐的知遇之恩。他之后呢，也真的是做到了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从写剧本到搭外景，甚至连场记的活都干了，硬是把自己从劳伦斯导演给累成了劳模导演。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姜土豪用超能力传出来的这个国际草台班子，才是他噩梦的开始。由于劳模导演的入职属于火线救场，姜土豪下令他落地之后就得马上开机，剧本什么的只能边拍边改。可是啊，即便是有心理准备，劳模导演还是被片场的样子吓了一大跳。原本呢，计划是拍一个战争大场面，除了主角之外，至少需要500个群演，可现场却只有稀稀拉拉20来号人，个个精神萎靡，神情呆滞，身上的硅胶戏服粗制滥造，散发着阵阵的异味。这哪是什么魔王手下的虾兵蟹将，简直就是臭鱼烂虾呀！为什么只能来这么点人呢？因为啊，符合要求的群众不好找啊。根据网上的一份招聘广告，对龙套的要求是男的身高1.85米，女的也得175以上，必须是白人，身材还得好。私下里啊，姜总选角的标准是按照斯巴达300勇士的标准的，而且呢，张口就要来500个，比斯巴达300还多200。这个数字啊，让 Randall 简直是叫苦不迭，只能去北京的各大夜场转悠，找那些俄罗斯或者东欧过来走学的所谓男模，许以每月8000人民币的酬劳。找了1个多月，也只拉来了这20来号人。他安慰姜土豪说：“人不在多，在于精。远景可以用 CGI 复制粘贴嘛，你想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啊，劳模导演不干了，就这几号人，你还想让我拍什么神魔大战？村口斗殴还差不多。姜总听闻此言很不开心，叫你拍你就拍，这点小事都解决不好，那我请你干啥呢？气得劳模导演当场就想买张机票回美国。可是啊，看在钱和机遇的份上，他还是咬牙忍了。结果这一忍，差点没给自己忍成忍者神龟。因为啊，随着拍摄的推进，劳模导演发现
姜土豪简直算得上是奇葩中的战斗机呀！他会在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项目上一掷万金，显示自己豪气冲天。比如说，有一次两人乘船在福建的一处海域考察外景地，劳模导演指着远处的一处豪华度假村说：“这玩意儿太煞风景，放镜头里太容易穿帮，应该搞个东西把它给遮起来。”结果几天后，他惊讶地发现，姜土豪居然真的找人砌起了墙，这让劳模导演简直是哭笑不得啊！不是，我就随口一说，你真当真了呀？而且为什么要劳民伤财的修这么个玩意儿啊？咱们搞个绿幕后期给它 P 掉不就完了吗？可是啊，姜土豪却一意孤行，一番操作让影片的拍摄成本又增加了100万。还有一次啊，姜土豪带着劳模导演看他专门为一场营救戏而搭建的实景，结果导演看见那抛光的水泥地，散发着崭新涂料气息的雪白墙壁，完全可以拎包入住的精装修1000年海底地牢的时候，心里那叫一个欲哭无泪啊！而当他小心翼翼地跟金主爸爸提出，咱们这个场景啊，其实可以稍微做旧做脏一点，姜土豪马上就叫来了包工头，拆了重启。这个行动力和消费力啊，把一旁的劳模导演看得目瞪口呆。对此呢，姜土豪的解释是：你看人家卡梅隆和诺兰导演，那不都是实景狂魔吗？他们达得，我怎么就达不得呢？不仅是姜土豪烧钱如流水，摄影师饶小兵也向斯皮尔伯格看齐，不用什么数码摄影机，而是要用传统的胶片。只可惜啊，他的拍摄技术和演员的演技都不如人意，常常是拍个几百尺的胶片，能用的连5%都不到。可哪怕是浪费如此之惊人，姜土豪依然是眼睛都不眨一下。不过在别的方面，姜土豪的出手就没有那么阔绰了，比如说拖欠技术人员和摄影的工资，急得导演团团转。而那些外籍主演们呢，也好不到哪儿去。饰演男1号的 Polite 小屁哥对这个电影其实非常重视，来中国之前专门留了一头长发，按照剧本要求给染成了金色。可是啊，开拍没几天之后，他的发型就被剧组提供的硅胶头套给压塌了。结果姜土豪二话不说，拽着他去街对面剃头店把头发给剪了。第二天，劳模导演发现主角前后俩镜头他发型对不上啊，差点给气炸了。可是呢，剪掉的头发又不能回来，于是只好把先前的全部作废重拍。而那个小理发店的 Tony 又在之后的几个月里继续在小屁哥头上折腾，各种洗剪吹来了一套又一套，以至于到后来小屁哥就跟脑袋上顶了一桶泡面差不多。同样被造型折腾的苦不堪言的，还有剧组里最大腕的那个邦女郎，她每天化妆的时间长达4个小时，主要就是因为那些硅胶戏服的质量实在太差了，穿不了几次就开始变形开裂，上面的鱼鳍鱼鳞纷纷脱落，化妆师不得不用胶水把它们重新给粘起来，甚至很多时候为了省事儿，直接干脆粘在了演员的皮肤上。有一次啊，劳模导演好奇地翻译了一下那些刺鼻胶水的说明书，结果发现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不能接触皮肤。劣质胶水再加上常常要泡在水里，让邦女郎和其他演员不同程度的都出现了皮肤瘙痒红肿，苦不堪言啊。而姜土豪呢，却依然不愿意花钱换专用胶水，他甚至连片场的盒饭都要控制成本。劳模导演回忆说，刚到片场的第一天，姜土豪就带他去吃了顿黄焖鸡米饭，当时他觉得非常美味，但殊不知自打那以后啊，剧组的盒饭顿顿都是黄焖鸡，吃的他是头晕眼花，恨不得打嗝都是鸡肉味的。而男2号那个演员因为水土不服，外加饮食单一，竟然在以美食著称的中国硬生生给瘦了10多斤。而偏偏他的角色呢是个胖子，于是啊，他只能在宾馆里大吃金枪鱼罐头进行增肥。如此奇葩的消费观，在姜土豪眼里可能是骑车逛酒吧，能省省该花花。可是啊，在劳模导演看来，那是1分钱都没花在刀刃上，全花在了刀把上了。比起这些，更让导演难以忍受的是姜土豪以甲方爸爸自居，动不动就要外行领导内行。比如说他坚持要拍自己写的一段剧本，情节呢是男主的爸爸牺牲之后吃了人鱼女王给的药，立马原地满血复活了。其实啊，这对于中国观众并不陌生，这不就是孙悟空向太上老君讨要仙丹复活国王的桥段吗？可是啊，劳模导演却觉得吃药复活也太简单粗暴了吧，这么容易，那为什么不量产人鱼呢？于是他建议修改一下吧，加大难度，不仅要吃药，还要用上人鱼一族的古老魔法加持，最好是让人鱼女王一命换一命，这样才有戏剧张力。可是啊，姜土豪却固执己见，坚持要一颗仙丹走天下。双方这么话赶话的就吵了起来。土豪嘲讽导演根本就是个好莱坞的 nobody，
作品在 IMDb 上都找不着，给人家导演气笑了。我没有，那意思你有呗。双方闹得不欢而散，而这仅仅是他们矛盾公开化的开始。导演发现一处作为外景的天然洞穴存在安全隐患，地上十分湿滑，岩壁上还有很多凸起的石头，演员们穿着的硅胶戏服完全没有做防滑处理，刚开拍没多久就有群演摔倒受伤了。由于安装的问题，一盏照明用的大灯在洞穴中摔得粉碎，一地的玻璃渣子根本无法清理干净。即使是这样，姜土豪依然拒绝了导演提出的更换拍摄地点的要求。理由呢是女一号，也就是片场的公主殿下施燕飞，就是看上了这个洞穴。而在得罪了金主爸爸之后呢，导演在剧组中的日子也是肉眼可见的难过了起来。摄影饶小兵率先对他发难，坚持要以自己的角度和风格来进行拍摄。随后是道具、服装、灯光都对导演的安排视若无物，整个片场如同一盆散沙，只是苦了那些花了好几个小时完成特效化妆的演员们，常常是一天下来连一个镜头没拍就收工了。工作进度停滞不前，中方人员抱团孤立，劳模导演生不如死。就这样，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到来了。剧组的一个外景地位于山间林中，交通十分不便，安全性更是糟糕。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加上雨季蚊虫滋生，其中最遭罪的要数女3号 V 姐了。她穿着沉重的鱼尾，在小溪石头上举步维艰，几乎是裸着上半身，被雨淋湿后风这么一吹，冻得直打哆嗦。因为害怕摔倒受伤， V 姐迟迟不愿意下水开拍。她问导演说：“万一我受伤了，会有直升机过来接我吗？”导演把这话转述给了翻译，对方说：“我们没有做相关的预算。”言下之意，你们这些美国人真他妈矫情。最后还是在导演的要求下，剧组运了几卷地毯过来铺在石头上，作为临时的防滑措施。可即便这样，拍摄过程中还是状况百出。V 姐提出，要么咱临时搭个摄影棚在里面拍吧，要么这戏就别拍了。这个时候姜土豪并不在片场，但是摄影饶小兵却非常严格地贯彻了他的旨意，撂下狠话：你要是不拍，可别怪我们告你啊。V 姐的男友也在剧组，他俩这么一合计，觉得这个片儿再拍下去，搞不好真的会出人命。于是双双打起了退堂鼓。The situation had become really uncomfortable by this point. The crew was really unhappy because they weren't getting paid. It was, upside down. It was not at all what people agreed to, and no changes were being made. We we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nd I had had it. At this point, I said, you know what, I'm done. I want to go home. 可这个时候他们才记起来，不久前剧组才以续工签为名收走了所有外籍演员的护照。没有护照，语言又不通，还在福建的深山老林里封闭式拍摄，这听起来简直就跟缅北电诈园区没区别了。V 姐和男友是越想越怕，决定不管3721，先跑路再说。而知晓他们计划的导演也起了包庇之心，他以团队开会为名，为他们的逃跑争取时间。第二天，二人抓准机会跳窗逃跑，又是趟水，又是走山路，还坐了拖拉机和小三轮等特色的交通工具。一番折腾之后，终于抵达了离片场最近的福建省福鼎市。We were going to sneak out at the back of the hotel through a window in the back, and we ended up actually going into the riverbed and walking through the riverbed with everything that we had. And we were going to try to cross the river so that we can go on that small path that was winding like a really long road in this foresty area and try to just get out of sight and start walking from there. 在福鼎市公安的帮助下，二人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中申请到了新的护照，拿到手后第一时间就搭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结束了这场噩梦般的拍摄经历。女3号跑了，姜总大发雷霆，要导演赶紧找个替补，拍摄不能停啊。而这个时候，劳模导演也终于受够了，这破片谁爱拍谁拍，老子不伺候了。他这口气倒是出了，不过之前辛苦工作大半年的工资彻底打了水漂。这下好了，导演和主角都跑了，剧组的拍摄彻底陷入了停滞。摄影饶小兵找来了曾经跟自己合作过的导演 Michael French， 他职业生涯中满打满算只执导了5部电影，评分最高的也只有 5.8 分。不过这个麦导最大的特点就是身段柔软，为人圆滑，哪怕面对姜土豪要自己给自己加戏，亲自上场饰演蛤蜊王这样的奇葩要求，
他也能面不改色地完成拍摄，并且按照姜土豪的要求，给他量身写了一段有莎士比亚悲剧风格的台词。打那之后啊，新的这个麦导便把所有的场景呢拍成了2个版本，一个是有姜土豪参与制作的自娱自乐版，另一个则是正常的版本。吸取了前导演的教训，麦导一直坚持到2个月的合同到期，实实在在的拿到了钱之后，才找借口走人。而这个时候啊，人鱼帝国的拍摄进度才刚刚过半，投资已经超过了惊人的1亿美元。这样拍下去，全部完成不得超2亿吗？这什么概念呢？2010年上映的《盗梦空间》，它总成本也才1.6亿美元。就这样，这个片子迎来了最后一个接盘侠导演 Scott Miller。这人呢，尽管自己没有任何作品，不过他的老爹 Warren Miller 是好莱坞首屈一指的体育类纪录片导演，从小耳濡目染。小米导演呢，至少还是懂得如何运作片场的，而且相较之前的几位导演，小米导演特别能够做到忍辱负重，抗压能力极强。终于在姜土豪的精神摧残下，把片子给拍完了。人鱼帝国原定于2011年的新年档上线，但是却在排片名单上看不到它的名字。之后的2012年、13年，每一年的新年到来前，人鱼帝国都会放出风声说要上映了，但是每次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片儿。于是啊，就有人用无间道里的台词在相关新闻下面留言说，明明说好的3年，3年之后又3年。事实证明，3年之后又3年还是保守了，因为直到现在2025年了，这部电影还是没有上映，甚至在豆瓣上打出了预计上映时间2028年的字样。这么算下来，从拍摄完的2010年，中间居然隔了18年之久，简直创下了电影史之最呀！也难怪有网友调侃说，人鱼上映影院时，家祭无忘告乃翁啊！到底为什么人鱼帝国会烂尾呢？里面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施燕飞劈腿了篮球明星易建联，姜土豪成了史上最悲情舔狗，花了1亿多美元捧女友，却落得个人财两空。他害怕睹物思情，干脆就把人鱼帝国给雪藏了。不过啊，也有财经报道称，人鱼帝国根本就是一场跨国洗钱骗局。中国投资方金球有限影视公司多年来除了人鱼帝国外，就只拍了一部由互联网初代网红芙蓉姐姐出演的烂片 A 面 B 面。而所谓的中美合拍，美方公司那个好莱坞想象工程公司则只拍了这个人鱼帝国，所以这俩公司很可能就是一母双生。姜土豪在左手倒右手的同时呢，就这么将大把的资金转出了中国。还记得咱们前面讲过的姜土豪非常热衷于实景搭设，大把烧钱吗？其实啊，有相关人士计算过，以当时的人工和物价，别说是耗资1亿3000万美元了，可能3000万人民币都用不了。这里边的巨大差额到底去了哪儿？可能除了姜土豪，就只有天知地知，人鱼帝国知了。值得一提的是，人鱼帝国在2012年曾经放出过一款预告片，尽管只有短短2分钟，但是拙劣的特效、一言难尽的服化道，看得让观众直呼辣眼睛。评论呢更是一针见血，特效跟喜羊羊似的，造型跟小龙人似的，字幕效果加把劲儿，能赶上手机斗地主了。可就是这么一个粗制滥造、涉嫌洗钱和诈骗的电影，居然在2016年还不忘最后割一波韭菜。在中国的一个众筹网站上，姜土豪及其团队希望能够筹到100万人民币，完成电影的后期制作，并称只需捐款175块，就能让你的名字出现在片尾的答谢名单中。结果最后筹到了22800元的捐款，换算下来大约有130个冤大头上了当。而且别说是答谢名单了，就连个电影的毛都没看着呀。最后啊，咱们再来说说人鱼帝国的这些主创们在10多年里发生了什么。当年还是小配角的杨幂，在2009年的《仙剑奇侠传3》中人气蹿升，2011年又因为《宫锁心玉》中的晴川一角爆红，事业一路飞升，成为当红4小花以及古装剧女王。只可惜这么多年下来，演技没能跟上蹿红的速度，商业上仍是顶流，演技依旧是短板，多面发展，转型却仍在路上。而女主施燕飞似乎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她在和姜土豪分手之后改名施与斐，除了在《延禧攻略》里面饰演过小配角之外呢，其余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网络大电影。男1号小屁哥是当年不多的有始有终的外籍演员，但是也被坑得够惨。据他所说啊，2013年姜土豪还打电话给他，让他去参加戛纳电影节，可是临到要上飞机了才跟他说没有邀请函，去不了了。2014年小屁哥又被姜土豪叫到中国补拍一些戏份，这次啊别说是工资了，连机票都没给报销。
小皮哥呢之后只参演了2部独立电视剧和1部小成本的恐怖片，算是半只脚踏出了娱乐圈。姜土豪再没拍过别的片儿，不过他倒是作为编剧写了一个名叫《魔兽山》的剧本。听这个名儿，大概也能猜到他到底是山寨了什么题材。反而是当年那个劳模导演对他这个呕心沥血却没有拍完的《人鱼帝国》念念不忘，不仅是呼吁要放出这部电影的最终版本，还不遗余力的每年在美国电影的交易市场对其进行宣传，希望有人能够接手后期的制作和宣发，让《人鱼帝国》重见天日。他还主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照片，这才有了那篇名为《Sunk》的万字长篇报道。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自传《讲故事的人》里面说其实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时间胶囊。当你拍完一部影片，向演职人员道别时，你也把一段生命永远地留在了片场。这也许是为什么劳模导演哪怕是被姜土豪坑得死去活来，也还是想要放出《人鱼帝国》的原因吧。不管这部片子是多么的荒诞，多么不堪，但也是他作为一个电影人的一段生命的见证，更是他心中在永远等待着的戈多。感谢收看 M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咱们一下。咱们下期再见。